嗨，大家好，我是刚找回账号和密码的安卓。前面我发了几期钓鱿鱼的视频没想到有这么多朋友感兴趣，那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自己也很开心把视频分享给了身边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老赵，他也非常喜欢钓鱿鱼虽然他平时非常粗犷但是和我讨论起钓鱼的时候眼神就会泛起微光。最近我们这里的鱿鱼季马上就要开始了他打电话对我说，你之前的视频我都看了，和其他人讲的方式也没啥区别，都是经验之谈。那每次去钓的时候呢，心里都没有底你能从基础逻辑给我讲讲吗？我说我刚好也对这方面有所疑问你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来找找资料几天之后，老赵估计是认为我敷衍他，晚上就叫我去他家吃饭。我一进屋就看到桌子正中央摆着一只大龙虾，这次跑不了了。我也没办法给老赵讲我还不懂，但谁让这嘴不争气呢？龙虾下了肚，便说再宽限几日。你这龙虾都上了，怎么着我也得给你整个明明白白，不是？又2周之后，我约了老赵去他们家聊聊。这次虽然没了龙虾，但中间的火锅也烧得沸腾各种食材满满的摆了一桌。我刚喝了口果汁，他就问起来，我看你之前说木虾那期视频挺有意思，你要不先把这个给我说说？我只好把刚涮好的羊肉又放进碗里，先从味道开始吧。网上有人说鱿鱼有味觉，之前你可能在我的视频里已经看到过我也介绍了一种喷雾声称可以诱鱼，但事实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支持也没有找到商业捕捞使用这种方法，我猜应该用处不大。为什么？老赵不解地问道首先我没有在科研论文里找到有关鱿鱼偏向某种信息素的实验，其次商业捕捞上没有使用，商业捕捞上不应用，要不就是成本太高，要不就是效率太低所以我觉得作用不大。老赵明显是受了感动觉得上次自己奥龙没白买微微一笑，好像想起了什么。那你之前买的那个诱鱼喷雾我那个喷雾还有个作用它就是喷上木虾以后可以让木虾发光，我强行解释道但是有一种可以在背部加针饵的木虾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作用呢，它不是诱鱼，而是让鱿鱼认为木虾是真饵，延长了抱饵的时间非常适合新手。老赵嘴角飞扬，点了点头。然后呢？然后就是想猪了。我声音明显的低了许多。老赵估计是听出来其中的异样忙问道：响猪怎么了？我说：这先前我以为响猪算是杀手一级的一个配件没想到他有可能是个弟弟。老赵沉默了许久，若有所思。我想他肯定是想起了那一箱高价买的带响猪的木虾。我看出了他的惆怅，打开了电脑，给他展示了我早已准备好的图片。老赵，这响猪它虽然效果不大，不是屠龙宝刀，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比如吧你玩吃鸡刚跳伞你身边有个绿帽子，你戴是不戴那肯定我先戴上再说，有总比没有好。说完就意识到有什么不对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不妥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你明白就行。虽然目前发现仅有一种鱿鱼有听觉，但这其他鱿鱼其实也有类似和鱼一样的侧线部位头部也有一个器官，都可以对物体的震动做出反应，所以响猪还是有作用的。之前我在做视频的时候看到了Yamashita他们做的实验，他们说鱿鱼对220赫兹左右的声音特别敏感，他们的实验结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他们对实验数据的解读或许有些偏差。这要从1969年说起那一年日本研究人员就做过实验，他们在捕捞鱿鱼的时候分别对比了播放600赫兹的声音、渔船马达的轰鸣声和不播放任何声音，结果发现播放600赫兹声音时所捕获的鱿鱼最多之后的1976年我国也做过相关的实验，用的是400赫兹的声音，发现在播放此频率声音时，声呐探测到的鱿鱼群数量比不播放声音时更密集。老赵重新燃起了希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找的其实是能发出220赫兹、400赫兹或者600赫兹声音的响猪，对吧？也不全是。我给老赵展示了这张图片这是研究人员对墨鱼做的实验。这种墨鱼对40、45、70、180和600赫兹的震动偶尔有反应，但是并没有观察到对某一个频率的声音有重复性反应。说人话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频率可以吸引墨鱼。你说的这是墨鱼，它和鱿鱼能一样吗？差不多
我解释道，生理结构习惯都差不多，还是亲戚，极具参考价值。然后我又点开了另一张图片给他看这个是对某种鱿鱼在100分贝响度下做的实验，横坐标表示实验时的振动频率，纵坐标表示观测到的鱿鱼感受到振动之后的位移加速度，可以理解为反应激烈程度。每个图分别是鱿鱼的反应类型，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是喷墨、喷水、惊吓，程度比较大的位移和变色程度比较小的位移和变色最后是无任何反应我们先看左上角这个，鱿鱼的喷墨行为就主要在这个低频率的波段100到250赫兹之间，其他频率下都没有据推测是因为这个频率和其他以鱿鱼为食的捕食者所发出的声音相似，因此鱿鱼感受到之后会做出喷墨或逃避等动作。老赵肯定还在纠结自己的木虾，声音明显有些颤抖。所以你介绍我买的那些木虾，我立刻反问老赵，你用它钓上来过鱿鱼吗？钓上来过呀。他说那就对了。你先别急，你听我慢慢讲。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第2张图和下面的前2张图都显示了该频率声音下鱿鱼还做出了喷水、变色、移动等反应变色和移动正是鱿鱼遇到猎物时会做出的反应，所以你可以看看声音是有一定效果的。我们再看这张图这张图和上一张图来自同一篇文章，上面的柱状图是在不同频率下鱿鱼所做出应激反应的概率图，红色是喷墨，橘色是喷水，黄色是受到惊吓，蓝绿色是变色和位移，灰色则是毫无反应可以看到鱿鱼是不喜欢200赫兹以下的低频的声音的，对250赫兹到1000赫兹的震动做出反应的概率也低于20%我个人认为鱿鱼对震动是有反应的，入猪有用，就是反应概率低于20%，但另一方面，这个实验的响度是100分贝，响猪的声音在这个实验面前不值一提。所以我认为即便频率在200赫兹左右，其响度也不足以惊吓到鱿鱼使其喷墨，那作用应该和其他频段的震动相似，不必惊慌。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震动幅度小，估计传播范围有限，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那属于有则锦上添花，没有也不影响大局这样一个定位。但是身为一个追求极致的钓鱼人装备属性肯定拉满另一个比较有用的数据是，海水温度在8度以下的时候由于几乎不对震动产生反应所以水温低的时候响猪可能会失去作用。听我一口气喷了这么多，老赵脸上的表情明显有所舒缓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我接着讲。那我说之前木虾的颜色时已经说过了你也看了视频，那这次我就给你说说光线对鱿鱼的影响吧。那我上次视频不是说了吗？商业捕捞的第一步就是放下那种蓝绿色的诱鱼灯和串钩，让往来的鱿鱼都聚集在灯光的周围之后等天色暗了，钓游船就会将灯光慢慢上移，然后打开船上的灯晃动钓鱿鱼会因为畏惧强光而试图向船下移动，攻击假饵，从而被钓获。那既然是商用，这大概率就是目前已知的最佳的成本和效率的结合。你肯定很好奇，那为啥鱿鱼喜欢蓝绿光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数据来自于1982年兰希文，他在一篇论文中证明了应用蓝绿光不是因为鱿鱼喜欢这种颜色，而是因为这种颜色的光在水中的传播距离最远。这个论文里还证明了，因为鱿鱼的眼部构造，蓝绿光波段对鱿鱼较为明亮，有较大的光刺激作用。它同时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鱿鱼畏强光，喜弱光我对这个的解释就是，因为鱿鱼本身也是其他大型猎食鱼类的猎物，所以它们也会本能的躲避强光的水域，避免被其他捕食者发现。兰希文说，由于趋弱光，鱿鱼以浮游生物、甲壳类生物和鱼类为食，这些饵料呢都是在黎明或者黄昏时上浮到水表层。喜欢弱光就是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那同样的，他同时呢还提到了发光木虾对鱿鱼的捕获量有所提升，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做相应的数据分析。老赵又问道，夜光木虾有用？是夜光木虾呢不仅在晚上能够让我们掌握抛投时木虾的位置，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鱿鱼，增加渔获，没毛病老赵又问道，由于喜光是不是就意味着月圆之夜我们能钓到更多鱿鱼呢？问得好，这就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了，我下次再给你讲
那下面我再给你讲一下另一个有趣的发现，鱿鱼的视觉集中区。那么第一张图呢，是广泛分布于我国及日本周边浅海的鱿鱼品种长枪鱿鱼。这一张是一种深水鱿鱼品种太平洋柔鱼。那其中的彩色射线表示的是该鱿鱼的视觉集中区，那就是它们平时游泳时主要看的方向。那很容易可以看出，长枪鱿鱼因为是浅海物种，这种鱿鱼的视觉细胞集中区域让其便于搜索面前和水下的区域，而右边深海种则是在上浮的过程中捕食位于它上方的猎物，所以视觉集中区在身体偏上方因此我们下次去浅水去做钓的时候，可以尽量让木虾保持在水域的中下层。出海钓深水鱿鱼的时候，把假饵尽量保持在和目标鱿鱼同一个水层，或者是稍高一些的位置才是最优解。那我们没船，晚上去码头钓鱼时怎么搜索才最有效率呢？老赵问道。那首先我们要去码头，肯定是因为码头有灯，是吧？一种是路面宽阔的大码头，大码头有它的优势，因为有结构和灯光，鱿鱼会在码头下面攻击其他猎物。但缺点也很明显如果灯光太强，大部分鱿鱼就会躲在更远一些的区域。那搜索方法其实很简单，就像船钓，我们沿着码头垂直扔下去，上下抖就行了。那如果身边人少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平行码头抛投，增加搜索效率。那如果码头小，搜寻远处明暗交界的水域会比较有效。鱿鱼大概率会躲藏在阴暗的水域，然后攻击明亮水域的猎物。那方法就是抛饵时尽量抛向阴影处，做完动作之后呢，让假饵待在刚好明暗交界的水域这时候上鱼的几率应该是最大的。应该减少动作，等待鱿鱼搜寻水底主动攻击。那钓鱿鱼时线的粗细会影响渔获吗？你之前不是说鱿鱼的视力老好我也看了，网上很多人都觉得鱿鱼视力那么好，5磅的线会比20磅的线更好，线粗会让鱿鱼看到，影响渔获。其实我们用的线已经很细了特别是和商业捕捞相比，那我们平时用的线呢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商业捕捞它作业频繁，而且用机器收放线，线径肯定比我们日常用的线粗很多很多。那第二点，鱿鱼的智商不足以分辨线是干嘛用的，那如果它能分清楚，也不会去吃假饵，更不会看不清假饵上的倒钩。那如果非要找出来一点，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线径过粗会导致假饵在水中的动作不自然我认为这个原因倒是适用于各种路亚钓法。说完这些，我看了看表，今儿也不早了，那要不就到这儿了，下次我再跟你说说什么地方有鱿鱼吧。我跟你留了个课后作业，你也想一想。那已知1，鱿鱼对蓝绿光敏感；2，白色木虾呢可以反射几乎所有的颜色；3，亮金亮银色的木虾会更有效率的反射光；4，鱿鱼是色盲。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用蓝绿色的木虾会比白色木虾更有效呢？2亮金亮银是不是更有效率呢？3夜晚用哪种饵会更有效率呢？告别老赵的时候，看到他满意的笑容，我就知道下次龙虾又有着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能看到现在肯定是对钓鱿鱼这件事很认真的。做这期视频是真的看了很多和鱿鱼有关的论文中文还好，英文奇怪的单词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请点赞、留言、转发，随便给一个，小主播真的很在乎你们的每一次鼓励接下来的2期视频已经在路上了欢迎到时收看。感谢所有为科研工作付出努力的前辈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知识，找到答案的幸福感不亚于一次美丽的邂逅。就这样，我们下个视频见。